亚马逊河到底有多可怕？人类为何会对这里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？浑浊的河水下究竟生活着什么样的恐怖生物？今天黑土从中找出了亚马逊河10种最危险的生物，个个凶悍无比。如果只身一人在这里，可能都活不过一个晚上。今天黑土带各位领导一起走进顶尖捕食者的天堂，探寻亚马逊河里的凶残生物。大家好，我是黑土。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，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，记得长按点赞3秒，给黑土个霸气鼓励，谢谢。第一个要说的凶残生物就是臭名昭著的食人鱼，它是亚马逊河流中最凶残的动物之一。体型虽小，但是性情却十分的残暴，它的嘴巴里长有锋利的牙齿，凶猛无比。这种鱼体长可达50厘米，一般都是成群的游动，但从外貌来看，绝对不是个善茬。它们在数分钟之内就可以将一头大型的动物吃掉，一旦被它咬到的猎物出血。好，排名第9的就是电鳗，它是食人鱼的天敌，其中一种名为伏打电鳗的品种，最高可以输出860伏的电压，被称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的生物发电机。一条电鳗所放出的高压电流足以把30多条食人鱼电死，所以食人鱼对电鳗几乎造不成威胁。最大的电鳗体长可以达到2.5米左右，它身上80%的部位几乎都能放电，头部为正极，尾部是负极。它的特殊能力来自它特化的肌肉组织所构成的放电体。电鳗的身体中有着成千上万的电气管细胞，这些细胞串联起来就能向外产生强大的电流。好，排名第8，吸血鬼鱼。在亚马逊河中，它绝对算得上是凶猛的掠食者。这种鱼的牙齿特别的锋利，前面的长牙可以到15厘米。它的体长可以达到1.2米，这种鱼可以吞掉自身1半大小的鱼类，食人鱼是它们的主要攻击目标。在捕食猎物时，凶狠的獠牙可以直接刺穿猎物的身体，什么金龙、红龙、银龙，在它面前那都是弟弟。排名第7，寄生鲶鱼。它体型很小，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脊椎动物。虽然表面看上去并没有特别大的杀伤力，可它却是亚马逊河流中典型的杀手，也是让当地人最恐惧的鱼类。它的身体极其的细小，可以寄生在很多种类的生物身体内，它们全身几乎透明，很难被人发现，很多大型的鱼类也很难发现它们。这种寄生鲶的游泳速度特别的快，一有机会就会钻到其他动物的体内。可怕的是，一旦被寄生鲶钻入体内，几乎必死无疑。它们只要钻进去，几乎就不可能再出来。它们会利用自身的倒刺牢牢地固定在宿主的体内，然后再慢慢地吸食血液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鱼会在宿主的体内不断地繁殖，并且存活下去，直到将宿主的血吸干为止。很早以前，当地居民经常会受到这种鱼的袭击，一般都是通过尿液的味道入侵到人类的下体，进入尿道。被寄生鲶寄生的人特别的危险，如果不通过外科手术将它取出来，它将会在人体内一直繁衍下去，直到这个人死亡为止。排名第6，帕库人齿鱼。这种鱼的牙齿很像人类，体长可以达到1米多。这种鱼对人类特别的危险，尤其是男性，他们特别喜欢袭击男人的下体，反而对女人不感兴趣。刚开始人们对这种鱼只攻击男人保持怀疑，直到2011年有2名男子因为被这种鱼咬碎睾丸丧命的报道出来，人们才意识到它的危险性。排名第5，牛鲨。我们知道鲨鱼一般都是在咸水中生存，一般都生活在海洋里，但是这种牛鲨却可以在比较浅的咸水和淡水中生存。亚马逊河也会有它们的身影，它们可以适应咸水和淡水，并且可以远游河流。这种鲨鱼体长最大可达3.5米，体重可以达到600多斤，在亚马逊浑浊的河水中特别的危险。根据国际鲨鱼攻击档案2018中的数据中显示，牛鲨对人类造成了至少100次的攻击，其中有27起是致命的。由于它们可以在淡水河流中生存，距离人类生存的地方比较近，许多人便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鲨鱼。确切点说，是对人类最危险的鲨鱼。所以不要认为鲨鱼只生活在海里，河流中也很有可能有鲨鱼，特别是可怕的亚马逊河，这里面的凶猛生物远超我们的想象。排名第4，巨型水獭。不得不说，一般有这个长相的动物都特别的凶狠，一眼看上去跟平头哥很像。我们都知道，平头哥那可是天不怕地不怕，狮子老虎这种大型猛兽他都敢去一决高下，甚至是毒蛇，平头哥都跟吃辣条一样将其消灭掉。排名第3，巨骨舌鱼。它是世界上大型的淡水鱼之一，最长可达3米。在恐怖的亚马逊河中，各种小型鱼类包括食人鱼在内都是它的食物。它偶尔也会捕食蛇类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种鱼可以呼吸空气。
由于亚马逊流速缓慢的河水含氧量降低，巨骨舌鱼经常会浮上水面来呼吸空气。它攻击力最强大的部位就是它的尾巴，它可以利用尾部向外甩出巨大的力量，轻轻松松就可以击倒一个成年男性，并且被它击中的人或者动物骨骼很有可能被震碎，造成内伤。巨大的体型游走在亚马逊河流中，一般的小型猎食者是不敢靠近它的。如果没有一定的实力，一般的动物是不敢去挑战巨骨舌鱼的尾巴威力的。排名第二，亚马逊森蚺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蛇之一。由于森蚺的视频画面过于恐怖，容易引起各位领导的不适，在这里就不给大家展示它的真实样貌了。黑土在这里先描述一下它的特征。森蚺是一种体型巨大的无毒蛇，它是全世界最重的蛇，特别的粗，可以长到7米以上，最长的可达10米以上。它们在捕食猎物的时候会用身体将其死死地缠住，最后让猎物窒息致死，攻击力也是相当的强悍。国外经常会传出森蚺吃人的事件，但从未被证实过。能确定的是，这种巨大的蛇嘴巴张开可以达到180度，确实具有吃人的能力。排名第一，黑凯门鳄，相信很多人对它都很熟悉。黑凯门鳄是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之一，同样它也是亚马逊河流最大的食肉动物，也是所有的短吻鳄种类中最大的一种，体长最大可以到 5.5 米，体重可以达到1700斤。一般经常栖息在比较安静的水域里，越是平静的水面，它们出现的几率也就越高。它几乎可以吃掉任何南美洲陆地或者水中的动物，一般体型较小的猎物它都会整个吞下。如果说狮子老虎是陆地上的霸主，那么黑凯门鳄就是池塘中的霸主。在这个亚马逊河流，除了人类，几乎没有一个生物是黑凯门鳄的对手。它被认为是亚马逊河流系统中最大的掠食者。其实除了这些，亚马逊河中还有很多小型甚至未被人类发现的大型危险生物，这也是为什么当地人都不敢在河里游泳的原因，因为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不再是男人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，谢谢。你知道印度男人的生活到底有多爽吗？你听说过牛水饮料吗？提到印度，你可能会想到脏、乱、差等等一些负面的标签。那么真实的印度究竟是什么样的？它真的跟人们口中说的一样可怕吗？本期视频，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走进印度，了解一下关于印度的10个不为人知的事实。第10个，厕所。厕所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的基础设施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。但如果你身处印度，几乎很难找到厕所，因为在印度的文化中，厕所被认为是不洁的。如果谁的家里装有厕所，就会给家里带来厄运。因此，很多印度人都不愿意在自己的家中建造厕所，所以解决问题的时候只能选择户外。当然了，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没有厕所，在一些城镇中，有些地方也会有政府给建造的公厕，但这些公厕里一般并不会给你配备纸巾，即便你去附近的小卖部去买，也不一定能买得到纸巾。由于卫生纸在印度的销量很低，所以一般的小卖铺并不会有纸巾卖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没有纸巾，他们是怎么上厕所的？答案就在这里。细心观察你会发现，印度的厕所里一般都会配备一个水桶，而这个水桶就是为了方便上完大号的人用来清洗的。印度人清理时一般都是用自己的左手，并不会用右手，因为右手是用来吃饭的。第9个，印度神牛。在很多国家，牛都被视为家畜，以前主要被用于从事农耕工作，但在印度，牛却被奉为神灵的化身，尤其是白色的流牛，地位那是相当的高。走在印度街头，你会发现时不时就会有一些牛在马路上散步，这些牛不受任何人监管，它们拥有很多特权，无论是行人还是车辆，在路上碰到牛都要给它让路。在一些重大的节日里，印度人甚至还会膜拜牛，给牛磕头许愿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认为牛的尿液能够洗涤污秽，净化灵魂，更有甚者认为牛尿具有治疗疾病的功效。总之，出于各种神奇的原
原因使得牛尿在印度成为了一种非常抢手的神药。有些商人还特意利用牛尿研发出一款名为牛水的饮料，他们希望这种饮料在未来可以超越可乐，全球热销。这个听上去可能很难让人接受，但在印度这就是事实。不仅有牛尿制成的饮料，还有利用牛粪制成的牙膏、肥皂等洗护用品，并且这类牛制品在印度的很多城市都可以买到，非常畅销。除了牛尿，牛粪在印度也被认为具有神奇功效，为此他们还特意为牛粪设定了一个节日。每年在印度春节后的第2天，就是印度的牛粪大战。这一天，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就会分为2队，相互往对方的身上丢牛粪。他们认为被牛粪丢到的人可以去除厄运，来年就会身体健康，场面相当惨烈。第8个，婚礼。在了解印度婚礼之前，我们首先要说一下印度的男女比例。据统计，截止到2024年，印度的男性比女性多出了4500多万，平均每100名女性大约需要对应106名男性。在这种男多女少的状态下，按理说女人应该不愁嫁，但事实却出乎我们的意料。因为在印度举行婚礼的大部分费用都是由女方承担，这种花销几乎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好几年的收入。一些家境不好的女孩子一出嫁，可能就会导致自己的原生家庭面临破产甚至负债的风险。更夸张的是，印度女孩结婚的时候还要给男方准备很大一笔嫁妆，如果嫁妆给的少了，结婚之后就会被婆家嫌弃，甚至会遭受虐待。但即便是这样，印度的离婚率也不高，甚至说非常低。主要原因就是文化观念，在印度离了婚的女性会遭受社会的歧视，而且她们也很难进行2次结婚，因为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，出嫁一个闺女几乎会把家里的所有积蓄全部掏空，一旦离婚，根本没有足够的费用去支付第2次婚礼。这种高价嫁妆对于印度女性来说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。第7个，饮食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印度是世界上素食主义最盛行的国家，有将近5亿多人是终生不吃肉的，剩下的另一半人口虽然吃肉，但大多数也只会吃鸡肉和鱼肉，牛肉和猪肉在印度几乎很难找到。首先，牛在印度被视为神圣的动物，别说吃肉，即便是宰杀牛，在印度也是不允许的。而猪肉就不同了，猪在印度被认为是不干净的动物，他们认为吃猪肉会降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，因此在印度的一些宗教里，猪肉也被禁止食用。还有一个神奇的现象，就是在印度吃素的人往往家庭条件都非常优越，而吃肉的人群一般都是低种姓的达利特人，因为经常需要从事体力劳动，所以更偏向于吃肉。久而久之，这种习惯就逐渐的演变成为了一种地位的象征，也就是吃素的人一般都比较尊贵，而吃肉的人一般都是从事体力劳动的苦力。第6个，发明。说起印度有什么发明，很多人可能都一头雾水，因为大多数人了解的印度只有阿三、科莫多三嫂以及挂满人的火车和脏乱差的街道。但实际上，印度也发明了很多对全世界都有深远影响的东西，比如我们经常会用到的阿拉伯数字，也就是1 2 3 4 5 6 7 8 9。这一串数字系统虽然名叫阿拉伯数字，但实际上它是由印度人发明的，之后才被阿拉伯人传向欧洲，然后被欧洲人现代化，并将其普及到全世界，才有了今天的数学。除了数字，还有国际象棋、洗发水、瑜伽和 USB 接口等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的东西，其实都是印度人发明的。第5个，医药。你可能很难相信，我们印象中脏乱差的印度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药房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仿制药供应国家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供应国家。全球大约 60% 以上的疫苗都产自印度，美国每年有将近1半的药物都是从印度进口的。印度的制药产业非常发达，他们生产着超过6万多种仿制药，这些仿制药除了没有专利，药效都与正版药物一样，并且价格还不到正版药品的1/10，非常便宜。按理说仿制药在大部分国家都是违法的，但是在印度，仿制药不但不违法，反而得到了当地政府的保护与支持，即便是世界卫生组织也默许印度的这一做法。主要原因就是出于人道主义，如果想要合法制造仿制药，首先要满足2点，一是人口众多，二是经济落后。世界卫生组织认为，在人口众多并且经济落后的地区，如果因为经济问题而出现病人吃不起药的现象，被认为是不道德的。这2点印度正好全都满足，所以世界各国也都默许印度在特定的条件下生产仿制药，久而久之便使得印度的制药业变得极其发达。第4个，语言。
印度的语言环境真是一言难尽，这里被誉为是语言最复杂的国家之一。印度有上千种语言，被官方认证的语言就达到了22种。这里说的官方语言并不是方言，而是读写方式都大不相同的语言。不同地区的语言都有着很大的差别。同样，作为印度人，南方人可能压根就听不懂北方人在说什么，即便是用手写下来，对方也不一定能看懂。这一点可能也是导致印度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。因为你如果想去印度投资或者扩展业务，首先要了解当地的语言环境，而印度这种复杂且多样化的语言环境，无疑会成为业务扩展的最大阻力。因为同样一个产品卖到其他国家，只需要翻译成当地的官方语言就行了。如果想卖到印度，可能需要标注上百种语言才能得到普及。不得不说，我们的千古一帝秦始皇，早在2000多年前就做到了书同文，车同轨，将我们中华大地的文化联系在一起。要不然我们很有可能跟印度一样，各省还在用各省的语言和文字。第三个，老虎。印度是世界上拥有野生老虎数量最多的国家，也是唯一一个同时拥有野生狮子和老虎的国家。生活在印度的老虎是孟加拉虎，它是印度的国兽，而狮子则是亚洲狮，它的体型并没有非洲狮那么威猛。这两者虽然都生活在印度，但是几乎没有碰面的机会，因为亚洲狮只生活在吉尔森林保护区内，这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，而老虎则分布在其他不同的保护区内，两者的领地并没有重叠，所以在野外基本上不会遇到。另外就是由于印度的野生老虎数量较多，所以每年几乎都有人被老虎吃掉的事情发生，非常危险。第二个，岛国。你知道吗？大约在1亿多年前，也就是恐龙还在地上活着的时候，印度曾经是一个岛屿。最开始它从一个名为冈瓦纳的超级大陆分离出来，然后经过数千万年的时间，穿越9000多公里，最终与亚洲板块相撞，才形成了现如今的印度次大陆。而喜马拉雅山脉就是经过这次板块碰撞诞生的。撞击发生之后，由于两个大陆长时间的挤压合拢，随着地下深处岩石的不断回返，就会导致喜马拉雅山脉不断的向上崛起。这一过程至今仍没有结束，因为珠穆朗玛峰每年仍在以1厘米的速度在长高。如果继续这样持续下去，几千万年过后，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可能会变得更高。第一个，种姓。印度有一种非常严苛的种姓制度，这种制度是3500多年前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后所创立的。雅利安人原本是生活在中亚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，他们入侵印度后，为了将自己的种族与印度的原住民区分开，就建立了种姓制度。他们把人分为4个等级，最高等级为婆罗门，大多数都以雅利安人的后代为主。这类人通常都身材高大，皮肤也很白，一眼看上去明显与普通的印度人不一样。第二等就是刹帝利，这一等级的人主要掌握军政大权以及征收赋税。第三等就是吠舍，这个等级人在政治上几乎没有什么特权，主要都是商人组成。第4等就是首陀罗，首陀罗大多数都是由被征服的原住民组成，主要从事各种伺候人的工作。而在这4个种姓之下，还有一个没有种姓的等级，被称为达利特。达利特在印度也被称为贱民，这类人在印度只能从事最低贱的职业，并且终生不得更改。他们不能得罪高种姓的人，也无法实现阶层跨越，世世代代只能从事各种又脏又累的工作。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和社会地位，还经常遭受严重的歧视和排斥。在一些地区，没有种姓的人无法使用公共设施，不能与其他高种姓的人接触，甚至连他们的影子也不能落到别人的身上。在印度，他们被视为最低贱的人群，毫无尊严。虽然早在1947年，这种制度在印度已经被废除，但几千年流传下来的种姓制度早已深深地刻在印度人的骨子里。即便是到了今天，这种制度仍在印度的不少地区里盛行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觉得还不错的领导，记得帮黑图点个赞，谢谢。你买到过毒水果吗？你知道世界上最致命的水果都有哪些吗？你知道吗？在我们周围有些看似无害的水果，实际上蕴含着剧毒，吃上一口就有可能一命呜呼。在世界各地，几乎每年都有人因误食了这些剧毒水果，最终导致丧命，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认知。那么这些水果究竟是如何悄无声息地在威胁我们生命的？有些水果为什么明知有毒，却还要放在市面上售卖？本期视频，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世界上最危险的10种剧毒水果。大家好，我是黑土，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，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，谢谢。第10个，药西瓜。假如你行走在干旱的沙漠里，正当口渴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地面上生长了很多小西瓜，记住千万不要吃，因为它是带有剧毒的毒西瓜，吃了不但缓解不了口渴，反而会加快脱水，甚至有致命的风险。这种小西瓜的学名为药西瓜，也叫沙漠葫芦，它原产于热带亚洲和非洲地区，一般都生长在一些干旱的沙漠地带。这
这种瓜的外观看上去与普通的西瓜很像，但是大小却有着明显的差异。药西瓜的重量通常也就在2到3斤左右，切开果皮，里面的果肉是白色的，并且很干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水分。这种植物的所有部位都带有剧毒，包括藤蔓在内，一旦误食，很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。所以在沙漠里看到野生的小西瓜，务必要小心辨识，千万不要乱吃。第9个，腰果。这种外形独特、味道鲜美的坚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零食，相信很多领导都吃过。但你知道吗？腰果在没有经过加工之前其实是带有剧毒的。眼前的这个类似于梨一样的水果就是腰果的整体，而顶部的那个大种子才是我们经常吃的腰果。腰果是带有外壳的，它的外壳上含有一种名为腰果酚的有毒物质，具有强烈的腐蚀性，一旦接触到皮肤就会引起红肿起泡，严重的甚至溃烂发炎。如果不小心吃下了没有经过加工的生腰果，则会引起呼吸道水肿，最后窒息而亡，特别危险。所以想要让腰果成为一道美食，必须要经过复杂的加工，然后去除外壳才能食用。这也是为什么市面上的腰果价格普遍都较贵的原因之一，因为想要完全去除腰果上的毒性物质，需要经过相当复杂的工序，才能确保安全食用。第8个，杨桃。这种水果在超市里随处可见，它独特的外形切成薄片之后，就会变成一个个小星星，非常漂亮。但在这漂亮的外表下，其实隐藏着非常致命的危险，因为杨桃的内部含有大量的草酸盐和杨霉素，这种物质正常人吃下去，身体并不会出现什么异常，但如果是本身就患有肾病的人来说，则有可能会出现致命的风险。无论是尿毒症患者还是肾衰竭人群，总之只要是跟肾有关的疾病，千万不要吃杨桃，因为杨桃里的草酸盐和杨霉素必须依靠肾脏过滤，如果肾功能出现障碍，就会导致毒素无法正常过滤，从而累积到体内，产生中毒的危险。如果食用过后发现身体不适，一定要尽快让人驱车赶到医院进行治疗。好，第7个，龙葵。眼前这种黑色的小果子就是龙葵，它的别名有很多，不同地区的人都有不同的叫法，最主流的就是黑猩猩、黑天天、黑豆豆，还有人叫它山辣椒以及灯笼草。这种植物几乎遍布我们国家的大江南北，从温暖湿润的南方到寒冷干燥的北方，都能发现它的踪迹。相信不少领导小时候都吃过这种果子，但你知道吗？未成熟的龙葵果子和嫩叶实际上带有剧毒，它的果子内含有一种名为龙葵碱的毒素，这种毒素一般在摄入后的6到12个小时之后才会发作，中毒后一般会出现发烧、腹泻和嗜睡的症状，如果摄入的剂量过多，也有可能导致心律失常和呼吸衰竭。不过这种毒素主要都集中在绿色的未成熟的龙葵果里，如果是成熟后的龙葵果变成黑紫色之后，毒素就会大大降低，可以直接食用。第6个，垂絮商陆。眼前这个类似于葡萄的植物就是垂絮商陆。垂絮商陆是源自于北美洲的一种外来入侵物种，它全身都带有剧毒，尤其是根茎，毒素的浓度最高，其次就是叶子和果实。无论是成熟的黑紫色商陆果还是未成熟的绿色果子，都含有剧毒，婴幼儿仅需摄入少量的垂絮商陆果就足以致命。除了果子，它的汁液也可以通过皮肤吸收，直接接触也会导致中毒。这种植物遍布我们国家的很多地区，一般都生长在乡村的一些小路旁和荒地里。另外就是商陆的种类有很多，这种垂絮商陆是最毒的一种。垂絮商陆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花序都是下垂的，整体株高可达2米，而我们本土的商陆的花序都是直立的，一般也就在1米左右，毒性并没有那么强。如果在野外遇到，最好的区分方法就是看花序的指向，下垂的就是剧毒，千万不要食用。第5个，马钱子。马钱子是一种看上去很像橘子的果子，这种果子多数都生长在一些深山老林里，在我们国家的云南、福建和台湾省均有分布。你如果在野外遇到这种果子，一定不要食用，它的毒性极强。古代宫廷3大毒药中的千机就是以这种马钱子为原料制成的。马钱子里含有士滴宁和马钱子碱，这2种化合物是一种强烈的神经毒素，即便是少量摄入人体，也有可能会导致死亡。区分马钱子与橘子的办法也很简单，马钱子果子里面的种子是一片片小圆盘，并且表面还有很多绒毛，而橘子打开之后则是一块一块的。它的外表虽然很像橘子，但打开之后明显就能察觉到与橘子大不相同。总之在野外碰到不认识的水果时，最好不要往自己的嘴里乱塞。第4个，西非荔枝果。这是原产于西非的一种水果，当地人将其称之为阿基果。阿基果的种子和未成熟的果肉都含有剧毒，一旦误食极有可能会一命呜呼。它的内部含有一种次甘氨酸毒素，对人体的毒性极大。
2001年，海地的灾民为了充饥，误食了未成熟的阿基果，最终导致50多人因此丧命。由此可见，它的毒性绝对非常猛烈。也正是因此，很多国家都对这种水果敬而远之，但唯独有一个国家的人不但不惧怕，反而还把这种毒水果当作美味佳肴。这个国家就是位于北美洲的牙买加。牙买加人不但会吃阿基果，还将其列为自己的国果。他们会将熟透的阿基果放在盐水中煮熟，然后经过煎炸做成一道菜。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大胆，就是因为熟透的阿基果的毒性会大大降低，如果经过高温烹煮，然后去除有毒的部分，就可以食用。做法就类似于河豚一样，必须要经过专业的厨师烹饪之后，才可以安全食用。第3个，麻枫树果。生活在南方的领导对这种树应该都不陌生。麻枫树高达5米多，它的枝叶粘稠，折断之后能向外吹泡泡，非常有趣。但你千万不要因此对它产生好奇，因为麻枫树是一种有毒植物，全株都带有剧毒。它的叶子、树皮、根茎里都含有白色的汁液，这些汁液里含有大量有毒蛋白，尤其是那些绿色的果子，毒素含量最高。一旦误食，轻则恶心头痛，重则会有丧命的风险。此外，麻枫树果实的含油量很高，每颗种子的含油量高达 50%， 它榨出的油可以当做柴油发动机的燃料，剩余的果实残渣还能用来发电，应用价值非常广泛。第2个，毒番石榴。眼前的这棵树碰不得，砍不得，也烧不得，它叫毒番石榴，是原产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种剧毒乔木。它的全身上下都带有剧毒汁液，不论是通过接触还是吃进肚子里，都会导致中毒。它的树叶上布满了大量毛刺，一旦与我们的皮肤接触，这些毛刺就会向外释放有毒的生物碱，产生剧烈的疼痛。再有就是说它烧不得，主要就是这种剧毒植物在燃烧的时候产生的浓烟也带有剧毒，这些浓烟无论是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，还是接触到眼睛，都会导致中毒。毒番石榴的果子与苹果非常相似，在当地人们将这种果子称为死亡小苹果，吃一个一辈子就过去了。第1个，海芒果。这是原产于亚洲南部的一种剧毒水果，它的外观看上去很像小芒果，因此导致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种果子便误认为是芒果食用，最终导致毒发身亡。海芒果内含有剧毒，一旦误食就能让人死于非命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海芒果的毒素发作的时候跟心脏病发作十分相似，并且吃下海芒果后要等3到6个小时才会毒发身亡。因此在早些年间，很多死于海芒果毒素的人几乎从未意识到自己是被这种果子毒死的。在1989年到1999年，单是在印度死于海芒果中毒的人数就高达537例，几乎每年都有人被它毒死。由于之前人们对海芒果的了解较少，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人们都没有怀疑过暴毙死亡的人是这种剧毒果子造成的。总之，无论如何，在野外遇到自己不认识的水果，在没有了解清楚之前，千万不要盲目的食用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马上要发财的领导，记得帮黑图点个赞，谢谢。